高价策反被识破，对内大清洗，国将不国，权力为哪般？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乌克兰最近忙着排除异己、搞内部大清洗这个话题。就在前几天，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闹了一个大笑话。该部门拿200万美元和欧盟国家的公民身份，想策反一名俄罗斯的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斗机潜逃至乌克兰。这一案件很快被俄罗斯安全局侦破了。众所周知，飞行员的身价是很高的，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如果俘虏了飞行员，那可是如获至宝啊，因为可以拿来交换巨额的利益。乌克兰拿200万美元让俄罗斯飞行员叛逃，把战机交给乌克兰。大家知道，在任何时代，背叛祖国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更何况还是叛逃到泽连斯基当权的乌克兰，那更不是一个好去处。当前的乌克兰领导人正忙着内部大清洗。就在7月下旬，乌克兰官方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杰姆钦科的免职命令。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身体健康状况堪忧，但7月以来泽连斯基频繁对国家安全局动手。在此之前，已经有近30人被免职，国家安全局局长、副局长分别于7月中旬被免职。所以杰姆钦科的免职绝不是健康问题那么简单。乌克兰基辅邮报把杰姆钦科的免职和克里米亚事件联系在一起，最终矛头指向泽连斯基在清除亲俄势力。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苏联解体已经很多年了，俄罗斯周边国家为了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一直在争取去苏联化。比如在2010年，格鲁吉亚就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乌克兰今年4月也推倒了苏联英雄的雕像，这都是去苏联化的具体表现。所谓的亲俄势力根本进不了这些国家的政界高层，何况还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呢？有证据显示泽连斯基此举那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就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2天，泽连斯基立即成立了最高统帅部，实际上架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中旬被一同免职的还有总检察长伊琳娜。1月份，前总统波罗申科也被罚没收全部的财产，以叛国罪在法庭开审。有意思的是，波罗申科也曾经担任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与此同时，和泽连斯基在同一个圈子里边的制片人却坐上了乌克兰幕僚长的位置。就连美国媒体都说，泽连斯基这是在利用战时特别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势力。问题是，泽连斯基忙着党同伐异，却忽略了国家真正的威胁来自于美国。有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在乌克兰的投入已经达到当初伊拉克5年投入的费用总和。谁都不会相信美国别无所求。泽连斯基在冲突中的种种表现表明，其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这对美国来说，不正是日后最好操纵拿捏的棋子吗？然而在乌克兰建国日当天，泽连斯基还发视频表示，乌克兰是一个独立自主不可分割的国家，号召所有乌克兰人为国家而战。殊不知乌克兰早已经被美国和西方国家给盯上了。如果这样下去，被肢解的日子还会远吗？只有泽连斯基还被蒙在鼓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